2026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即将面临一场无声的停摆危机。受地缘局势影响，晶圆制造不可或缺的冷却与蚀刻材料面临严重的断供风险。如果你查看最近的特种气体期货走势图，就会发现，用于先进制程的氖气、氪气和氦气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出现了300%的异常波动。这种波动直接威胁着全球各大芯片制造基地的产能。乌克兰曾经供应了全球大部分的半导体及氖气。俄罗斯也是重要的氪气出口国，这种高度集中的供应链在冲突爆发时立刻暴露出脆弱性。当多国头部晶圆厂因为买不到气体被迫削减产能时，一个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岛国却在这场危机中稳步运转。作为全球密度最高的芯片制造枢纽之一，新加坡的半导体产线没有停工，跨国资本正在将这里作为资产配置的安全区。新加坡自身的自然资源严重匮乏，他们的工业用地面积甚至不如很多国家的一个省级开发区大。他们究竟凭什么化解全球供应链危机带来的风险？今天我们用数据说话，拆解新加坡半导体科技的风控逻辑，去看看那些被隐藏在庞大资本和机器背后的技术细节。要理解新加坡对供应链风控的追求，必须先看清半导体在这个国家的分量。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半导体产业贡献了本地制造业超过40%的产值。这不是一个边缘的代工门类，这是支撑整个国家经济的核心产业。在这条庞大的产业链上，直接关联着超过3万名本地高技能人才的就业。如果全球特种气体危机扩散到这里，导致晶圆厂大规模停摆，会发生什么？这不仅仅是几家跨国巨头财报上的利润缩水，它会切断这3万多名专业人士的现金流，进而实质性冲击他们每个月的 CPF 公积金缴纳。在新加坡的社会运转体系中， CPF 直接决定了普通居民对祖屋 HDB 的还贷能力，它还深度绑定了本地人口的医疗保健和退休养老体系。这3万个岗位背后是数万个家庭的日常生计。一旦这些人的收入出现断层，周边的餐饮、零售和社区服务业会在3个月内感受到明显的消费降级。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半导体行业每流失一个岗位，就会导致整个经济体中大约3个相关服务岗位的萎缩。在新加坡的治理逻辑里，半导体产业的运转率等同于居民收入的稳健度。面对可预见的特种气体短缺，被动等待市场调节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加坡只能主动出击。你的行业目前是否也正面临地缘政治带来的原材料价格波动？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新加坡抵御这种波动的核心手段，藏在少有人关注的工程细节里。面对原材料断供危机，很多国家的本能反应是疯狂囤货或者寻找替代供应商。但在高度垄断的特种气体市场，这种防御策略非常脆弱。全球高纯度氦气的产能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天然气田，一旦主要出口国实施出口管制，现货市场的价格就会在几天内翻倍。新加坡给出的解法是用技术效率对冲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晶圆制造中不可或缺的氦气为例，氦气主要用于先进制程中的冷却和蚀刻。在传统晶圆制造工艺中，氦气的损耗率通常高达50%到80%。这些昂贵的气体用完即排。但审视新加坡头部晶圆代工厂的效能数据，会发现一个关键指标：通过全面升级气体回收与纯化系统，本地主流产线已经将氦气的利用率提升到了90%以上。这意味着当全球同行因为氦气价格暴涨3倍而利润暴跌甚至停产时，新加坡的工厂只需要补充不到10%的损耗量，他们就能维持24小时满负荷运转。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这套内部循环系统不仅需要前期高昂的资本支出，更需要复杂的工业级提纯技术。半导体制造对杂质的容忍度很低，通常要求气体纯度达到5个9甚至6个9。回收的氦气必须经过多级过滤、生冷分离和催化纯化，才能再次进入产线。生冷分离技术要求设备在零下200多度的低温下稳定运行。根据业内披露的数据，新建一套符合先进制程标准的特种气体回收系统，单厂的投入往往超过5000万美元。这套系统的日常维护也需要专门的工程师团队进行全天候监控。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这种重资产投入，因为在和平时期直接买气显然更便宜。按照常规的财务测算，这种回收系统的投资回报周期可能长达7年甚至10年。但新加坡算的是另一笔账，这不是简单的成本控制，而是把外部的地缘危险转化为内部的技术优势。新加坡的半导体企业用研发投入证明，在科技领域，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买来的，而是用工程能力造出来的。
这种将单次消耗品转化为内部循环资产的技术主权，构成了很高的竞争壁垒。仅靠企业自身力量，还不足以应对系统级的锻炼。如果说90%的氦气回收率是企业层面的单一环节防御，那么新加坡半导体产业底层的支撑在于国家级的系统性生态设计。面对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仅靠企业自身力量是无法应对的。我们把目光投向新加坡西南部的玉郎岛，这里不仅是全球3大炼油中心之一，更是新加坡半导体产业链的超级供应链枢纽。通过精密的物理空间规划，新加坡将特种化学品的生产、提纯与本岛半导体晶圆厂的需求进行了高度协同。半导体制造需要的高纯度硫酸、双氧水等关键式电子化学品，以及部分工业气体，很多都不需要跨越重洋，它们直接通过本地的供给网络甚至专用管道输送。这种物理距离上的大幅缩短，直接剔除了漫长海运中潜藏的锻炼风险。根据统计，新加坡本地半导体企业在基础化学品上的本地化采购率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比例。玉郎岛的填海造陆规划从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这显示了政策制定者长远的战略眼光。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贸工部 MTI 在产业防御上扮演了前瞻性的统筹角色。在半导体产业防御性指导意见中， MTI 不仅要求企业建立多渠道采购网络，还在国家层面直接参与统筹战略物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易燃易爆或需特殊存储的特种气体，政府规划了专门的物流节点。玉郎岛上的化学品仓储区配备了世界级的安全监控系统和防爆设施，这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合规与仓储成本。政府会为那些致力于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企业提供专项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这不是危机爆发后的被动补救，而是深植于新加坡治理体系中的防御战略。政府负责搭建稳固的宏观基础设施与政策安全网，企业则在其中专注挖掘技术的最大效率。这种从上至下的精细化产业治理，让整个新加坡半导体生态变成了一个高度致密的整体。任何单一节点的冲击，都会被整个系统迅速吸收并化解。了解了技术优势与生态协同，我们就能解答行业内那个经典的疑问：新加坡的土地租金昂贵，人力成本居高不下。一名熟练的半导体工程师在新加坡的薪酬可能是周边国家的数倍。为什么美光、革新这些精打细算的国际芯片巨头，不仅没有把产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反而在行业波动期持续加码新加坡？翻开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EDB 的年度投资报告，资本的流向趋势一目了然。美光科技宣布在新加坡投入数十亿美元扩建 NAND 闪存工厂，革新也投资40亿美元建设新的晶圆制造设施，联电同样在新加坡设立了先进的芯片制造中心。答案非常直接，在高度全球化且地缘政治摩擦加剧的今天，风险对冲能力已经取代了单纯的低成本，它成为最具商业价值的考量标准。对于一座投资动辄上百亿美元的先进制程晶圆厂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每个月多付几百万的工资和电费，而是因为某一种特种气体断供，导致整条产线停摆3天。半导体制造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晶圆在不同的加工设备中流转，整个周期可能长达3个月。一次非计划性的停产，造成的不仅是当期产能的停滞，还有大量在制晶圆的直接报废。想象一下，光刻机在曝光一半时因为缺气停机，整批晶圆直接作废。这些报废的硅片往往价值连城，随之而来的还有高昂的违约罚金以及核心客户的信任流失。这种损失往往是数以亿计的。相比之下，前期投入的那些高昂基础设施和运营成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国际巨头们明白，他们在新加坡支付的高昂运营成本，本质上是在为全球顶级的供应链风控系统支付风险溢价。这笔溢价换来的是，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动荡，这里的产线依然能如期交付。危机越是逼近，这套风控系统的价值就越被放大。新加坡半导体产业的成功证明了一点，在高端制造领域，出售廉价劳动力早就行不通了。真正能让资本长期驻留的，是提供全球范围内稀缺的确定性。复盘整个2026特种气体危机预警，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新加坡半导体产业的韧性，不是对外部危机的被动防御，而是将科技主权和风险管理深植于产业发展的主动治理。它把枯燥的供应链难题变成了巩固自身全球枢纽地位的战略优势。这种将劣势转化为壁垒的风控哲学，值得全球科技产业学习。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职业规划和投资布局，同样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充满不确定的周期里，
你所在的行业，你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是否也建立了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内部循环与抗风险系统？当你面对职场上的突发变故或者行业周期的下行时，你是否拥有不可替代的技能储备？你的知识体系是否足够扎实，能够在资源匮乏的时候依然保持高效产出？在进行资产配置时，你是否也像那些国际巨头一样，寻找具有强抗风险能力的标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思考和行业观察。如果你想持续看透新加坡科技产业背后的商业逻辑和投资机会，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深度解析。我们下期视频见。